时间好像真的可以倒退了。就在前2天，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物理评论 X》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用一套量子控制技术，让量子系统看起来像在时间中倒退运行。为什么时间只有一个方向？这个问题听起来像哲学，但其实是个硬核物理问题。你翻遍所有已知的基本物理定律，牛顿力学、麦克斯韦方程组、量子力学的薛定谔方程，把时间变量 t 换成负 t， 方程照样成立。没有任何一条基本定律规定时间必须往前走。说真的，在基本定律层面，时间是没有方向的，前进和后退都合法。但你的日常经验完全不是这样。鸡蛋碎了不能复原，热咖啡会变凉，但凉咖啡不会自己变热。人会老，不会年轻。你从没见过一杯凉水自己烧开。时间在你面前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箭头，从过去指向未来，从不回头。这就很诡异了。基本定律说可以倒退，现实说不行。谁在说谎？答案是没人在说谎，只是我们问错了问题。基本定律描述的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则，而时间箭头是宏观统计效应。两件事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冲突只是表象。这条箭头的起源被归结为热力学第2定律，也就是熵增原理。孤立系统的熵只会增加或保持不变，不会减少。熵增给了时间一个方向，熵增加的方向就是未来。这个道理大多数物理学家都认，从波尔兹曼到霍金，大量物理学家都承认，时间箭头是热力学近似下的涌现现象。但这里有个深层的悖论，如果基本定律本身是时间对称的，那时间箭头就不是一个基本事实，而是一个涌现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时间方向不是写在宇宙底层代码里的常量，而是从更底层的对称性中生出了不对称。它在宏观世界真实存在，但在足够小的尺度、足够短的时间里，时间方向可能根本不存在，甚至可以被反转。你可以想象一条河，从远处看，水只往一个方向流，这就是宏观的时间箭头。但凑近看，单个水分子没有方向，它们左跑右窜，随时在改变运动方向。河流的方向是亿万个分子运动的统计平均，不是任何单个分子的基本属性。时间箭头就是这条河的流向，真实但不是基本的。这个悖论不是新问题。1872年，波尔兹曼在维也纳科学院发表了他的 H 定理，证明一个叫 H 的量必定随时间单调递减，这本质上就是熵增。这在当时是个惊天动地的结论，因为他试图从时间对称的微观定律里推导出时间不对称的宏观规律，结果立刻被他的同事洛施米特怼了。洛施米特的反驳很简洁，你说分子运动遵循牛顿力学，牛顿力学是时间繁衍对称的，那如果我把所有分子的速度同时反转，系统不就倒退回去了吗？熵不就减少了吗？这就是著名的洛施米特悖论，到今天也没有被真正解决，只是被概率论绕过去了。波尔兹曼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一辈子。他答辩说，理论上熵可以减少，但概率极低。你把一杯空气里所有分子的速度反转，它们确实会倒退回之前的状态，
但这种事情自发发生的概率，比把你扔到太平洋里正好捞到一根特定稻草还低。概率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熵减，但没有解释为什么熵增就是基本方向。1906年，波尔兹曼在意大利杜伊诺的海边自杀。他自杀的原因很复杂，长期的抑郁症、视力衰退、学术界的持续攻击都是因素。但洛施米特悖论代表的那个幽灵，时间对称与时间箭头之间的张力始终没有离开过物理学，所以时间箭头不是不可能反转，而是概率上几乎不会自发反转，关键词是自发。1874年，威廉·汤姆森，就是后来开尔文勋爵那位，也独立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说，如果运动是可逆的，那从任何特定状态出发，系统应该既能走向高熵，也能走向低熵。为什么我们只看到高熵？这个问题后来被叫做可逆性悖论，和洛施米特悖论是一体两面。100多年来，物理学家的标准回答一直是概率论，熵增方向概率极大，熵减方向概率极小，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熵增。但概率论解释了为什么，却没有解释怎么办。如果有人能主动干预呢？这正是洛斯阿拉莫斯团队切入的地方。如果时间箭头是涌现的，那在量子层面，我们能不能用控制手段把它抹掉，甚至反过来？答案藏在一个你可能从没想过的问题里：测量本身会不会就是时间箭头的来源？量子测量时间箭头的真正起源。在经典世界里，你看一眼杯子不会改变杯子，你称一杯水，水的质量不会因为称了而改变。经典测量是被动的，你隔着玻璃看房间里的人，你看到了他，但你的看不会改变他的行为。但在量子世界，测量本身就是一种暴力。量子测量和经典测量有本质区别。量子测量是主动干预，它会随机改变系统的状态。测一个粒子的自旋，测量之前它处于叠加态，可以说是朝上和朝下同时存在。测量之后，它坍缩到一个确定值，要么朝上，要么朝下，不再是两者并存。这个改变是不可逆的，你没法从测量后的确定状态恢复出测量前的叠加态，除非消耗能量重新制备。经典测量就像你隔着玻璃看房间里的人，你看到了他，但你的看不会改变他的行为。量子测量就像你闯进房间拍照，闪光灯一亮，被拍的人吓了一跳，改变了姿势。你看到了他的状态，但你的观测本身改变了他的状态，而且这个改变不可逆，它不会自动回到被拍照前的姿势。这个吓一跳就是时间箭头在量子层面的起源。正是这种不可逆性，给了量子系统一个天然的时间箭头。测量之前的叠加态和测量之后的确定态在信息上是不对称的。你可以从叠加态走到确定态，但不能从确定态走回叠加态。信息从模糊到清晰不可逆。加西亚·平托斯在论文中明确指出，量子测量随机改变系统状态，自然地创造了时间箭头。这句话是整个研究的逻辑起点。如果测量创造了时间箭头，那控制测量过程就有可能操控时间箭头，抑制它、扭曲它，甚至反转它。这里的关键概念是随机轨迹。每次量子测量都会让系统随机跳到一个新状态，把这些跳跃连起来，
就得到一条轨迹。正常情况下，这条轨迹只能往熵增方向走，从叠加态到确定态，信息从模糊到清晰，不可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只能上不能下的单向电梯。2021年，一个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上发表过实验，用超冷原子的自旋测量来验证这个道理。他们发现，在极少数统计涨落的情况下，单次测量的轨迹确实可以出现短暂的熵减，看起来像时间在倒流，但平均下来，时间箭头仍然是正的。这就像赌场里偶尔赢一把，但长期一定输。洛斯阿拉莫斯团队要做的事情，不是等那偶尔的好运，而是主动出签。如果有个人能在测量之后立即施加精确的反馈控制，把系统状态推回去呢？这就好比电梯到了楼上，有人立刻按了下行按钮，让它回到楼下，不是等概率给你一个惊喜，而是用工程技术强制它回去。这里有个立场问题需要说清楚，在量子力学的诠释之争中，测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吵了100年。哥本哈根诠释说，观察者导致坍缩，甚至有人解读成观察者的意识导致坍缩。多世界诠释说，根本没坍缩，只是宇宙分裂了。退相干理论说，测量就是系统和环境的纠缠，没有神秘的坍缩过程。我认为退相干派更对，测量或者说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个真实的物理过程，不是观察者的主观行为。时间箭头来自物理过程，不来自意识。你不需要一个人去看，测量设备记录了结果，坍缩就发生了，时间箭头就出现了。加西亚平托斯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个立场上的，他们操控的是物理过程，不是什么观察者的心理状态。测量创造了时间箭头，这个逻辑没问题，但推回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怎么知道往哪个方向推？系统每次测量后跳到哪个状态是随机的，你得根据测量结果实时计算出应该施加什么控制脉冲，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施加出去。这需要一种物理学中最强大的工具，也是最难驾驭的工具——哈密顿量。控制哈密顿量如何编写时间的反向程序。哈密顿量是什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量子系统的操作系统。在量子力学中，哈密顿量是描述系统能量和演化的核心数学对象。给定一个初始状态和一个哈密顿量，系统的未来演化就被完全确定了。它决定了系统状态如何随时间变化，就像操作系统的内核决定了程序怎么运行。洛斯阿拉莫斯团队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控制哈密顿量。注意，这个哈密顿量不是系统自带的，而是研究人员精心设计并从外部施加的。它由一系列精确计算的场和脉冲组成，目的是复制量子测量的效果。换句话说，他们用人工控制的能量场来模拟测量对系统的影响。这就像是他们给量子系统装了一个外挂程序，这个程序可以干预系统的运行方式。这个控制哈密顿量被嵌入一个反馈系统中。反馈的意思是先对系统做一次测量，根据测量结果计算出应该施加什么脉冲，然后立刻施加这个脉冲，这样形成一个闭环：测量、计算、反馈、再测量，不断循环。你可以想象一个剪辑师在剪辑视频，他看一帧画面，决定怎么处理
处理完，看下一帧，再决定怎么处理。反馈系统就是剪辑师，控制哈密顿量就是剪辑软件。在这个闭环里，控制哈密顿量可以做3件事：第一，抵消测量造成的时间箭头，让它看起来没有方向，论文里管这叫模糊时间箭头；第二，加强它，让箭头更明显，这叫拉伸时间箭头；第三，也是最让人震惊的，过度修正，让箭头反转方向，这叫反转时间箭头。通过过度修正测量带来的扰动，系统状态会朝着时间倒流的方向演化，就像把打碎的鸡蛋看起来重新组装起来。这3种模式不是空谈，论文给出了严格的数学证明。他们用了一个叫涨落定理的数学工具，这个工具最早是1995年由加文夫妇和科恩提出的，用来描述微观系统偏离平衡态的概率。涨落定理告诉你，在一个足够小的系统里，熵减不是不可能，只是概率小。洛斯阿拉莫斯团队的贡献是，他们不只等概率施恩，而是用控制哈密顿量主动改写概率。这就好比从一个被动赌徒变成了一个能操纵骰子的赌神。注意这个，看起来研究团队非常诚实，他们承认这不是真正的时间旅行，他们操控的是量子系统轨迹的统计特征，不是时间坐标本身。但就算只是看起来在倒流，这件事的分量也不轻。它意味着在量子层面，时间方向不是一个写死的常量，而是一个可调参数，就像温度和压力一样，你可以调高调低。这里有个立场我要明确表态，量子系统的行为不是命运，而是可以被工程化操控的。这和量子计算的整体哲学一致。不要试图理解量子力学的诡异，而是利用它的诡异来做事。欧美的量子计算圈有一句话叫“闭嘴算就完了”，原文是英文，大意就是别问了，赶紧算。这话粗但不假。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哲学讨论，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控制协议。你问量子力学为什么诡异，100年来吵不出结果。你问量子力学能用来干什么，答案每天都在增加。加西亚平托斯团队就是后者，他们不纠结哲学，他们造工具，他们成功让量子系统看起来在时间倒流。但这引出了一个让人坐直的问题：如果一个系统看起来在时间倒流，和它真的在时间倒流有区别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1867年，一个叫麦克斯韦的人提出了一个恶魔。麦克斯韦要的量子复活，信息就是能量。1867年，詹姆斯·麦克斯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假设有一个盒子，中间用隔板分成2半，里面充满气体，隔板上有个小门，门口站着一个妖。这个妖能看见每个飞向门的气体分子，并决定开不开门。热分子放到一边，冷分子放到另一边，最终一边变热，一边变冷，熵减少了。这直接挑战了热力学第2定律，熵不会减少，这是热力学的铁律。结果麦克斯韦搞了个妖就破了，物理学界头疼了将近100年。这期间出过不少有意思的尝试。1929年，匈牙利物理学家希拉德搞了一个简化版的妖，只有一个分子在一个盒子里，他用测量分子位置来提取功。希拉德已经隐约感觉到信息和能量之间有关系，但他没能把这事说清楚。真正的解决方案
最终来自信息论。1961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物理学家兰道尔提出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原理：擦除1比特信息至少消耗一定量的能量，这个量等于波尔兹曼常数乘以温度再乘以2的自然对数。这个原理在50多年后才被实验验证，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物理学的版图。1982年，查尔斯·本内特用兰道尔原理解决了麦克斯韦腰悖论。他指出，腰的记忆本身就是热力学代价。腰需要存储分子的信息，而擦除旧信息腾出空间，存新信息需要消耗能量，产生熵。你把腰的脑力消耗算进去，第二定律没有被违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腰排序分子的收益被它擦除旧记忆的代价抵消了。这个解决不是化学层面的，不是力学层面的，而是信息层面的。信息第一次以热力学量的身份登上了物理学的舞台。洛斯阿拉莫斯团队的量子版本腰做的是类似的事，但多了一个维度。经典腰只能用信息控制门的开合，量子腰利用的是量子测量的结果，而量子测量本身就会改变系统状态。这让量子腰不仅可以用信息控制门，还可以用信息直接改变系统本身。经典腰是门卫，量子腰是门卫加魔术师。更震撼的是，团队发现这个量子反馈过程不仅能反转时间箭头，还能从测量过程中提取能量。他们造了一个测量引擎，直接从量子测量行为中获取可用能量。这意味着测量不再只是信息获取的过程，它本身是一种热力学资源。你不但没花能量去测量，反而从测量中赚到了能量。当然不是真的白赚，能量来自测量设备与量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测量设备消耗能量来执行测量，部分能量在反馈过程中被回收，但它把测量的能量效率炸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说真的，这个思路挺疯狂的。在传统物理里，测量是被当作一个旁观行为，你看一眼就完了。但在量子热力学里，测量变成了一种能量转换方式。你看一眼，不但改变了系统，还能从改变的过程中捞一把能量出来。这就像是你去超市试吃，不但白吃了一口，临走还从试吃台顺走了一度电。当然度数很小，量级在波尔兹曼常数乘以温度的级别，室温下大约是 0.004 个电子伏特，小到你的电表都懒得转。但对量子设备来说，这个量级的能量已经够用了。这直接呼应了量子热力学近年来的核心发现：信息是一种热力学资源。2010年，日本实验物理学家在《自然物理学》上首次实验验证了兰道尔原理，擦除1比特信息至少消耗一定量的热能。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把这个原理倒过来了，获取1比特量子信息可以产出能量，获取信息和擦除信息是一体两面。你擦除信息要花钱，获取信息能赚钱，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能量货币。有意思的是，2025年，英国萨里大学也在研究量子领域的时间箭头问题。他们有一个叫“生命边缘”的研究项目，专门探索量子尺度上时间方向是否唯一。洛斯阿拉莫斯团队从控制角度给出了实际操控时间箭头的方法，萨里团队从理论角度发现，
时间箭头可能不是唯一的。两个方向的研究正在合流，都在指向同一个结论：时间方向在量子层面不是铁板一块。从测量中提取能量，这听起来像是白捡，但白捡的背后藏着一个更深的追问。如果你能从量子测量中提取能量，那能量守恒还算不算数？时间箭头的反转到底消耗了什么？时间旅行还是时间反转？别被标题骗了。先说清楚，这不是时间旅行，你不能用这个技术回到1990年买北京四合院，也别想着回到去年比特币低点抄底。研究团队的措辞非常精确，让系统的行为看起来与时间倒流一致，看起来3个字是关键。他们操控的是量子系统轨迹的统计特征，不是时间坐标本身。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想象一条量子轨迹，一系列测量结果连成的线。正常情况下，这条线的熵只增不减，和日常经验一致。团队通过反馈控制，让这条线的熵减少了，在统计上呈现时间倒流的特征，但整个过程依然发生在正常的时间坐标里。实验从0时刻做到 t 时刻，没有人在 t 时刻回到0时刻。这里的区别是轨迹层面的时间繁衍和坐标层面的时间旅行。前者是说，如果有人给你看这条轨迹的录像，你分不清它是正放还是倒放。后者是说，实验者本人从2026年回到了2025年。前者是统计物理的概念，后者是科幻的概念。这项研究做的是前者。你可以用2种倒退来理解这个区别。第一种，你拍了一段打碎鸡蛋的视频，然后倒放，看起来鸡蛋复原了，但你的时间还在往前走，你只是在看一个看起来倒退的过程。第二种，你真的回到打碎鸡蛋之前的那一刻，这是真正的时间旅行。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是第一种，但第一种也不平凡，它意味着在量子层面，倒放不仅是看录像的技巧，而是物理上可以实现的统计过程。你的鸡蛋没有真的复原，但量子系统的状态轨迹确实呈现了反方向的统计特征，但这不代表它没意义。恰恰相反，如果量子轨迹可以被统计性的倒放，那说明时间箭头在量子层面不是基本法则，而是可以被工程化操控的涌现属性。这个结论的哲学冲击力不亚于时间旅行本身，它意味着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只能往前。这个常识在量子层面根本不是一个基本事实，而是一个统计趋势。统计趋势可以被对抗，就像你可以用空调让房间变冷，不是你违反了热力学第2定律，而是你消耗能量来局部逆转熵增。洛斯阿拉莫斯团队做的就是给量子系统装了一台空调。研究团队的诚实态度值得注意。加西亚平托斯的原话是，在微观层面，基本物理定律认为时间的前进和后退都是物理上可能的。他没有说我们让时间倒退了，他说的是基本定律允许时间对称，我们利用了这个对称性。这是严谨物理学家和科幻标题党的区别。标题党说科学家让时间倒流了，物理学家说我们利用了基本定律的时间对称性来操控量子轨迹的统计行为，说的是同一件事，但精度差了108000里。
如果时间方向在量子层面是个可调参数，那问题就变成了能不能用这个参数做点有用的事。研究团队说可以，他们造了一台引擎，从测量中提取能量。这到底是个什么机器？量子测量引擎，从看一眼中提取能量。测量引擎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对量子系统做测量，系统状态被改变，根据测量结果施加反馈控制，系统在反馈作用下回到某个能量更高的状态，从这个过程中提取净能量。整个循环中，输入是测量行为和反馈控制，输出是可用能量。这不是永动机，能量守恒没有被打破，能量来自测量过程本身，精确地说，来自测量设备与量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测量设备消耗能量来执行测量，部分能量在反馈过程中被回收。它不是一个凭空产电的机器，而是一个把测量当作燃料的能量转换装置。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奇怪的发电机，你不用烧煤，也不用烧天然气，你只需要看它一眼，它就产出电。但看不是免费的，你的眼睛要发光，消耗能量；你的大脑要处理信息，消耗能量；你的手要根据看到的结果调整发电机旋钮，消耗能量。神奇的是，如果你算总账，调整旋钮回收的能量比你看了想加调消耗的能量还多一点点。这个多出来的一点点就是测量引擎的净输出。它不是凭空产电，是把看这个行为本身的能量效率炸到了极限。这里有个微妙的点值得说清楚：传统热机烧燃料产供，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测量引擎烧的不是化学燃料，它烧的是信息差。测量前系统状态不确定，信息是模糊的；测量后状态确定，信息是清晰的。这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释放了能量，就像水从高处流到低处释放势能一样。反馈控制把这部分能量收集起来，而不是让它白白耗散掉。这直接呼应了量子热力学近年来的核心发现：信息是一种热力学资源。兰道尔原理说，擦除1比特信息，至少消耗一定量的热能。这是信息有物理代价的铁证。洛斯阿拉莫斯团队把这个原理翻转了。获取1比特量子信息可以产出能量，擦除信息花钱，获取信息赚钱。信息和能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从兰道尔到佐川，佐川是20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用信息论解释了麦克斯韦邀，到现在的洛斯阿拉莫斯团队，这条线越来越清晰。测量引擎是这个学派的又一个胜利，他把信息及能量从哲学口号变成了工程方案。论文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应用方向，这种测量引擎可以用来驱动其他量子过程，或者给量子电池充电。量子电池是一个新兴概念，利用量子叠加态来存储能量。理论上，充电速度可以超过经典电池的极限。你可以把量子电池想象成一个超级充电宝，但它的充电原理不是插电源，而是被人看。每看一次，测量引擎就从测量过程中提取一点能量，充进量子电池里。看一次充一点，看一次充一点。当然，每次看的代价是测量设备要消耗能量，但净效果是正的。如果测量引擎能持续从测量中提取能量，给量子电池充电，
那量子设备的能耗问题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思路。这不是纸上谈兵，研究团队的下一步计划是用超导量子比特实验演示这套理论。超导量子比特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谷歌的量子计算机使用的硬件平台，支持快速反馈和高效检测。这意味着实验验证路径已经明确，而且用的是现有技术，不是等50年后的未来科技，是现在就能做的实验。一台从看一眼中产店的机器听着像魔术，但魔术的代价是什么？如果时间箭头可以被反转，宇宙会不会有什么防护机制来阻止我们玩过头？时间的幻觉，我们离真相还有多远？先梳理一下我们走到哪儿了。基本定律是时间对称的，这是起点。测量创造了量子时间箭头，这是起源。控制哈密顿量可以操控这个箭头，这是工具。这套操控的原理类似量子版麦克斯韦妖，这是历史呼应。它不是时间旅行，而是轨迹反转，这是概念澄清。它能产出能量，这是实际应用。把这些连起来，一个图景浮现了。时间方向不是一个基本常量，而是一个从量子测量过程中涌现的可以被工程化操控的统计属性。这对时间是什么这个终极问题的冲击是结构性的。牛顿认为时间是绝对的背景参数，独立于一切存在，像一条河流自顾自地流淌。爱因斯坦说时间是时空的一部分，会被引力弯曲。时间不再是绝对的，但仍然是时空结构的基本组成。量子力学说时间是一个演化参数，出现在薛定谔方程里，但没有对应的算符。你无法像测位置或动量那样测量时间。这项研究补了一块，时间方向不是写在方程里的，而是从测量过程中涌现的。这和卡洛·罗维利的热力学时间假说形成了呼应。罗韦利是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圈量子引力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在他的畅销书《时间的秩序》中，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时间方向纯粹是热力学效应，在基本层面不存在。他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在量子引力的层面，时间本身都不存在。不是时间方向不存在，是时间这个概念本身都不存在。罗韦利说，我们感受到的时间，只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有热力学梯度的宏观世界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热力学机器，它制造了时间的幻觉。这个观点在哲学圈很流行，但在物理学圈争议极大，因为它无法被实验检验。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操控给罗韦利的假说提供了间接支持。如果时间箭头可以被量子控制技术反转，那它就不可能是基本的。基本的东西不能被反转。你能反转发条定律试试，但你确实可以反转时间箭头，那它就不是基本法则，而是涌现属性。但这里我要做一个重要的区分，这也是我认为这篇论文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时间方向是涌现的，不等于时间是幻觉。温度也是涌现的，单个分子没有温度，温度是大量分子运动的统计效应，但温度不是幻觉。你摸100度的水会被烫伤。压力也是涌现的，单个分子不产生宏观压力，但压力不是幻觉。深海1000米的水压能把你压成纸片。声音也是涌现的，单个空气分子振动不构成声音，但声音不是幻觉，它能让你的耳膜颤动。时间方向
可能也是这类东西真实存在，但它的存在依赖于底层结构，也就是量子测量的统计效应。它不是写在宇宙底层代码里的常量，而是从底层结构中生出来的属性。说时间方向不是基本的，不等于说时间不存在，而是说时间方向的存在方式比我们以为的更脆弱、更可塑。罗韦利说，时间是一种幻觉，我认为它走得太远了。温度不是幻觉，时间方向也不是，它是一种涌现的真实，比基本真实更柔软，但仍然是真实。我用一个比喻来总结，你可以把时间方向想象成一条河的流向，从远处看，水只往一个方向流，这是宏观的时间箭头，真实、稳定、不可逆转。但凑近看，每个水分子都在随机运动，没有固定的方向。河流的流向是亿万个分子运动的统计平均，不是任何单个分子的基本属性。洛斯阿拉莫斯团队做的事情，相当于在微观层面抓住了几个水分子，用精确的控制力让它们逆流而动。几个分子逆流不改变整条河的方向，但它证明了一件事：流向不是水分子的基本属性，它是统计效应。如果统计效应可以被局部逆转，那它就不是基本法则，而是涌现规律。这项研究也有明确的边界，它操控的是量子系统的统计轨迹，不是时空本身。它没有回答时间为什么存在，或时间有没有最小单位这些问题。它回答的是时间方向是不是基本的，答案是不是。但不是基本的，不是说是幻觉，而是说它的存在方式比我们以为的更脆弱、更可塑。就像温度不是基本的，但你不会被100度的水烫伤；时间箭头不是基本的，但你依然会老去。区别在于，在量子层面，时间箭头是一把可以被工程化操控的尺。最值得期待的是后续，如果这套理论在超导量子比特上被实验验证，那下一步是什么？能不能在更大的系统上反转时间箭头？分子级别、病毒级别，有没有一个尺度边界，超过之后时间箭头就无法被反转？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没有人知道。但洛斯阿拉莫斯的团队已经把第一块砖放下了。说真的，这项研究最让我震撼的不是时间倒流这个噱头，而是它揭示的一个事实：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时间的方向、因果的顺序、过去和未来的区别，在最底层的物理世界里，都只是统计趋势。统计趋势可以被对抗，可以被操控，可以被反转。这不是说我们的日常经验是假的，而是说它的底层逻辑比我们以为的更松散。你每天醒来，太阳从东边升起，时间从早走到晚，你从年轻走向年老，这些都是真的。但在量子的世界里，这些真的东西只是概率的加权平均。概率偏爱某个方向，所以时间看起来只往一个方向流。但概率不是命运，它只是偏好。有人足够聪明，技术足够精确，就能在微观尺度上对抗这种偏好。你可能会问，那我们有一天能不能真的让时间倒流，回到过去？我的判断是，在量子系统的统计层面已经可以了。洛斯阿拉莫斯团队做到了。在分子层面，也许几十年内可以；在更大的系统层面，病毒、细胞，甚至人，这就开始变得玄学了。
宏观层面理论上不是不可能，但概率低到你把宇宙年龄乘以10的100次方都不够等。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让一杯水里的所有分子同时反转速度方向，它们确实会倒退回之前的状态。但一杯水里有大约10的26次方个水分子，你要让它们同时反转，这个精度要求远超任何工程能力的极限。但知道它可以被对抗和不知道它可以被对抗是2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前者让你觉得宇宙比你想的更奇妙，后者让你觉得宇宙就是一台单调的机器。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还触及了一个中国读者可能特别有感觉的问题。道家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佛家说的成住坏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些古代智慧都在试图理解时间方向的本质，而现代物理学给出的答案是，时间方向确实像河流，但河流的方向不是绝对的，它是水分子运动的统计效应。在足够微观的尺度上，河水可以逆流。这不是说古人说对了，而是说古人问的问题到今天仍然是物理学最前沿的课题。洛斯阿拉莫斯的团队告诉我们，宇宙不是一台单调的机器，它是一台可以在微观层面被重新编程的机器。时间方向不是出厂设置，它是一个可以被调节的参数。这个认知本身就值得你今晚睡个好觉。毕竟，如果时间方向都只是个建议而不是命令，那你生活中那些看起来不可逆的事情，也许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绝对。不是说鸡蛋能复原，而是说在足够深的层面，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晚安。